有些答案仍未被看见。这里是听风。如果有一天一只蚂蚁在梦里向你求救，你会相信吗？很多人以为只有人才会托梦，可是在中国古籍《搜神记》里记载着一个奇怪的梦：动物托梦。而且托梦的不是龙，不是凤，而是蚂蚁、乌龟、牛、狐狸，甚至还有蛇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些故事跨越了不同的朝代，也出现在不同的古籍之中。有人因此躲过一劫，有人放生动物，有人改变了一生。如果这些记载都是真的，那么动物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更有灵性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。故事就从一只蚂蚁开始。有一年，一个叫董昭之的人乘船渡江，船到江心时，他忽然看见一节漂浮的芦苇上有一只蚂蚁不停地爬来爬去。那只蚂蚁明显的是在求生。董昭之心生怜悯，便把那只芦苇绑在船头上，带到了岸上。当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里，一位身穿黑衣的人带着100多人前来向他道谢。那人说：“我是蚂蚁王，今天多谢你救了我的性命。”10多年后，董昭之遭人诬陷，被关进了大牢。走投无路之时，他忽然想起当年蚁王的一句话：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危险，可以来找我。”于是董昭之找到几只蚂蚁，把自己的遭遇轻轻地告诉了他们。当天晚上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蚁王再次出现。蚁王说：“快逃！不久之后，朝廷就会大赦天下。”董昭之醒来之后，发现身上的枷锁已经被蚂蚁咬断了。他趁机逃到山中，没过多久，朝廷果然大赦天下，董昭之也因此保住了一命。如果这段记载是真的，那么一只小小的蚂蚁真的会记住一个人的善意吗？还有一个故事也同样记载在《搜神记》里。有一天，一位官员命人捉了10只乌龟，准备第2天食用。当天夜里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里有10位身穿黑衣的人，双手反绑，一起跪在他的面前，不停地哀求。第2天，厨师杀了2只乌龟。到了晚上，他又做了同样的梦，只是这一次跪在他面前的只剩下8个人。他猛然惊醒，立刻命人放掉剩下的8只乌龟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梦见前来求救的人。还有一个故事让我的印象很深。有一个人，他买了一头牛，平日出门经常骑着它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那头牛来到自己面前，对他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宰2个人还可以，如果再多1个人，我一定会累死。”他醒来之后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没过多久，他和另外2个人一起骑着那头牛，结果那头牛真的当场累死了。如果这只是巧合，牛又怎么会提前知道自己的命运呢？还有一个故事更加离奇。南北朝时，有一个官员准备砍一棵古老的大柏树。就在砍树之前，他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有一条大蛇前来请求他不要砍这棵树，可他醒来之后并没有在意。
第二天，大树被砍倒了，一条大蛇果真从树里爬了出来，还带着许多小蛇一起逃进了山里。然而没过几天，那位官员竟然去世了。如果这只是巧合，那么那场梦又是在提醒什么呢？也许你会发现，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有一个、两个。古籍中还有记载，狐狸托梦、鸭子托梦、鱼托梦，甚至狐狸、野鸡。有的是为了报恩，有的是为了求救，也有的是提醒人不要伤害他们。这些故事跨越不同的朝代，也出现在不同的古籍之中。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，梦似乎成了动物和人之间的交流方式。这些故事有的发生在南北朝，有的发生在晋朝。蚂蚁、乌龟、牛、蛇、狐狸，它们彼此不同，故事也各不相同，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它们似乎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人感应。如果这些古籍记载的都是真的，那么梦也许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，梦也可能是不同生命之间彼此交流的一座桥梁。真正让我们值得思考的，也许不是动物会不会托梦，而是动物是不是也有思维，也有意识。感谢您来到听风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见那些看不见的答案。如果你也对这些未知感到好奇，记得订阅听风，也许下一个答案就藏在下一阵风里。